八旬老太说自己被强暴了，这可把护工吓坏了。殊不知这竟是一起畸形母子案件。随后警察便赶来了敬老院，可面对警察的询问，马蒂老人竟忘记了什么事。原来他患有老年痴呆，并且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明显伴有记忆碎片化、持续混乱症状，根本无法完整稳定陈述案发经过，这让警察也是一阵无奈。但接下来医生却带来了好消息，经检查表明，马蒂下体没有损伤，他的大腿内侧、手臂和脖颈处也没有体液痕迹，也就是说他没有被侵犯。对此警察也只能认为强暴是马蒂的幻觉了。可哪知第二天，他的女儿就冲进了派出所，声称昨晚发现母亲在发抖和哭泣，我陪了她一整晚，发现她不停地惊醒和出冷汗，而且还叫喊着请停下来，这让我不得不相信母亲真的被强暴了。对此警察也相当重视，于是又来找了马蒂。结果在一番时序混乱的交谈中，马蒂意外喊出了广坤这个名字。据此警察判断，或许强暴不是发生在昨天，可能与马蒂以前开的面包店有关，也许广坤就是凶手。然而面包店5年前就卖了，现在由马蒂的学徒接手，但他也不记得店里曾有人叫广坤。可就在警察即将失望离开之际，老板却又突然喊住了他们。他想起曾有个顾客，马蒂喊他广坤，对方是个大学教授，每天下课后都会来光顾一下，但是从某天起他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这么看来广坤就很有嫌疑了。随后警察便找上了广坤，而当提起马蒂后，广坤立即就激动了起来，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了，这一看就是有情况。接着警察又提到了强暴的事，广坤顿时惊得合不拢嘴了，然后就乖乖来到了派出所，讲述了当年和马蒂的一些往事，竟全是对他的赞美之词，而且爱慕之情也溢于言表。但警察还是问出了你为什么不再去面包店了？起初老头不愿回答，当然这肯定是不行的，没办法，广坤只好将原因说了出来。原来是那晚他去店里后，俩人竟在厨房里发生了关系，结果完事后马蒂很是内疚，说他们不应再见面了，所以广坤再也就没去店里了，也就再也没见过马蒂了。居然是这么回事，而从表情上看广坤不像在撒谎，那这就属于是两情相悦了，跟强奸无关了。但本森却不会轻易下定论，仍是决定按程序进行指认。于是马蒂就挨个看了起来，可是仔细辨认了一圈后，却是根本认不出来。见状警察也没办法了，毕竟老年人和认知障碍群体在遭受侵害后是最难清晰举证的，而这件案子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却不料很快又一名80岁老太被强奸了，而这是发生在另一家养老院里。受害人翠丝可不糊涂，面对警察的询问，她清晰描述了案发经过。我的腿行动不便，他先是将我抱起放到床上，然后主动帮我按了脚，我很感激他。不料他接着说希望我可以回报他的爱。I was petrified. I said to him, I can't love you the way you want me to. He got mad. He told me to be quiet, and he told me that I would like it, and that I would love him. And then he lifted up my robe.And he rubbed coconut oil on the back of my legs. He got undressed. And he climbed on top of me. And he raped me. And he was saying, I love you. I love you. And he wanted me to say, I love him too, but I just couldn't. I couldn't say it.对此警察也只能先行安慰，然后追问歹徒的名字。结果翠丝哭着说他是刚来这的护工，这下可终于有线索了。接着就从员工简历里找到了他的住址，却不料等警察按地址找过去后，竟发现人已经在河里了，而且早就去世1年了。随后经过询问得知，死者生前也住过养老院，所以综合分析，警察得出这是歹徒盗用了另一家养老院已故病人的身份，并猜测他也在马蒂的养老院待过。然后就调取了那里的监控，找到了一个多次出现的可疑人物，并且他还在马蒂娜的厨房工作过。至此警察也就明白了，因为歹徒在厨房做过面包，所以那个味道把马蒂带回了50年前的面包店，然后他将和广坤的一夜春宵与歹徒对他的性侵混淆在了一起，就这样牵扯出了广坤。而既然弄清了来龙去脉，警察当即来到了马蒂养老院的厨房，打探起歹徒的信息。不料大厨只记得对方喜欢唱某个歌星的歌，并且还吹嘘认识那个歌星。于是警察接着又找上了那个过气歌手，让他指认歹徒。哪知女人却乐了，竟表示那是自己的儿子永强。没想到俩人居然是母子。而就在女人侃侃而谈之际，永强恰巧回来了，正好撞枪口上了，然后警察就将他逮捕了。却不成想永强很是狡猾，当警察质问你为什么用假名时，他竟辩解是为了保护母亲，因为他是明星，如果让人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会被粉丝追着打探他的情况。然而警察却是不屑一顾，但也不追究了，他们只想确认永强是不是喜欢强暴老年人。对此永强当然否认了，可警察岂会相信，接着对他进行了无尽嘲讽。哪知永强却是云淡风轻，跟警察打起了太极。而当被问到和翠丝之间的事时，他更是不当一回事，还取笑是翠丝对自己产生了性幻想。见状警察立马严厉了起来，结果永强就要求请律师了，这也意味着没有律师在场，警察就不能再进行审问了。却不料就在这当口，坏消息突然传来，翠丝因心脏病发去世了，这表示唯一的证人没了，无法起诉永强了。没办法，警方只能反身再来找马蒂了，希望他能指认出凶手。而当看到永强的照片后，马蒂顿时惊恐大叫起来，
虽然他没有开口确认，但眼前的表现却是清楚无比了。永强就是强奸犯。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检察官质疑马蒂是否足以出庭作证，毕竟他患有老年痴呆。对此，本森对他进行了游说，最终成功说服检察官试一下，然后就带着马蒂来找了法官，当面验证他的出庭能力。起初马蒂对答如流，清楚说出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还能准确读出墙上的宣言。哪知就在检察官夸奖完后，他又拿起了桌上的文件朗读了起来，不料一下就露馅了，因为马蒂将他读成了菜谱。显然他的状态并不稳定，于是法官禁止了玛丽出庭作证，而律师也趁机申请撤销对永强的指控。对此法官也允许了。就这样，这件案子完了。本森也很无奈，哪知检察官却另有想法，他决定利用永强母亲的名声，将案件公布出去，借助舆论发酵，鼓励其他受害者家属站出来举证。而这一招果然很管用。当永强的事情登上报纸后，立马就有人来报案，称自己80多岁的母亲也住过养老院。结果他看到报纸后就哭了起来，还说就是他，然后也说出了同样的遭遇。而就在这时，又有一人拿着报纸来报案了。这一下就有了2名证人。见状，本森当即指示，立马逮捕永强。随后警察又赶到了他家里，恰好母子都在。而当说出永强至少强奸了4名老人后，母亲竟大发雷霆，大骂永强像父亲一样，是个靠身体吃饭的男妓罢了。结果永强也不装了，开始嘲讽起母亲：“你不是也勾搭了4、5个男人吗？” Who is the real whore here, mother? They all just used you and tossed you out like last week's pot roast. They didn't care about you. They didn't see. But I did. I saw how beautiful you were. Your hair, when I brushed it in the morning, and your skin after your bath, so soft. I loved you, mother. Why couldn't you love me back just a little? 至此，警察也看明白了，永强这是因为畸形的母子关系，才专门挑选老年妇女下手的。而事到如今，他再也无法抵赖了，等待永强的将是法律的惩罚。